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葡萄牙文化深度解析。我是你們的老朋友，人在葡萄牙。大家有沒有想過，咱們在葡萄牙每天掛在嘴邊習以為常的星期幾星期幾，其實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咱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看看歐亞大陸不同的文化到底是怎麼給時間打上不同的烙印的。相信我，真相絕對比你想象的要精彩得多。咱們今天就從葡萄牙語的奇特叫法開始，聊一聊歐洲的神話、亞洲的七曜，再看看中國近代的星期變化。最後，我們看看跨越歐亞大陸的兩端，來一個文化大碰撞。咱們直接開始吧。好，我們先來看第一部分，葡萄牙語裡那個相當特立獨行的現象。各位，如果你學過歐洲的語言，肯定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兒。為什麼在羅曼語族裡，唯獨葡萄牙語顯得跟其他的語言那麼格格不入呢？他們居然用了一個聽起來像集市或者市場的一個詞兒，就是 feira， 再配上數字，然後來叫這個工作日。這就好比周圍都穿西裝打領帶，他呢非得套一件花襯衫，套個大褲衩，完全跟周圍的鄰居不在一個頻道上。你看到這兒就一目了然了，不管是西班牙語裡面的這個叫 lunes， 還是法語裡面叫 lundi， 還是叫英語裡的這個 Monday， 詞根裡其實都藏着一個詞兒，是月亮，對吧？它們名字都是跟天體行星或者古羅馬神話相關。可你再看看葡語，特別簡單粗暴。星期一 segunda-feira， 星期二 terça-feira， 直面的意思就是第二個集市第三個集市。人家根本也不跟你扯什麼浪漫的神話，直接就開始數日子。那他們為啥要拋棄這些星體的名字呢？帶着這個問題呢，咱們進入第二部分，先弄清楚歐洲大陸原本的神話與行星系統是怎麼回事。要弄懂葡萄牙的怪，咱們得先看看這歐洲大環境是什麼樣。當初整個歐洲大多數是保留了古巴比倫和古羅馬那套行星神話系統。羅馬人習慣於用肉眼能看得見的行星神明來命名這7天。後來羅馬帝國一擴張呢，這套系統就火遍了整個歐洲。有意思的是，日耳曼語系的民族在接受這套系統的時候呢，直接來了一招狸貓換太子。他把羅馬的神換成了自家的神，比如說羅馬主神朱比特就被換成了北歐神話裡的雷神索爾。這也正是為什麼星期四在英語裡面叫做 Thursday。可以說當時的歐洲老百姓天天都在和神話星体打交道。但是到了公元6世紀的葡萄牙布拉格地區，出了一個狠人馬丁主教。這位主教呢，對異教徒那一套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你想一到神聖的聖週，底下虔誠的基督徒嘴裡念叨的全是戰神火星、愛神金星這些異教神明的名字，這主教能忍嗎？絕對不能啊，這簡直就是褻瀆嘛。所以他拍案而起，非得在當地語言裡推行一套乾乾淨淨、絕對符合天主教教義的時間系統不可。那怎麼改呢？馬丁主教想了個絕妙的辦法，他拿出了天主教禮拜專用的詞兒 feria。這個詞在拉丁語裡原本指的就是那些不用幹活的自由日、假日或者是聖日。他硬性規定聖週期間的星期天就是主日。那麼接下來呢，就別整那些虛頭巴腦的神明啦，直接就叫第二天、第三天也就是數字加上 feria。結果你猜怎麼着？這項原本只在特定宗教節日的規定，因為極其簡單粗暴，然後非常便於應用加上教廷的大力推銷，很快就火出了圈，變成了全年的通用叫法。不過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劇情發展就有點黑色幽默了。你看拉丁語裡代表星期一的 feria segunda， 在老百姓世世代代的口語流傳中，慢慢的就變成了現在的葡萄牙語裡的 segunda-feira。最諷刺的是啥呢？幾百年之后，feria这个原本神聖的不得了的词儿，在世俗生活中
居然漸漸變成了集市或者是菜市場的意思，真是讓人哭笑不得。所以当1143年葡萄牙成为一個獨立王國的時候，這套帶着濃厚宗教改革色彩的數字星期早已經死死焊在了葡萄牙語裡，成為他們獨樹一幟的標誌。聊完了歐洲的異類，咱們接着聊第三部分，我們視線大轉移，來回到亞洲，看看我們亞洲的七曜星。你可能覺得歐洲的行星星期制離亞洲這麼遠，八竿子打不着，對吧？還真不是。源自古巴比倫的這套7天行星系統，也就是咱們中国古書中常說的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它其實並沒有困在西方。早在公元8世紀的時候呢，這套系統就跟着密宗佛教的經文和高僧，沿着漫長艱險的絲綢之路，硬是走進了繁華的大唐帝國。之後呢，又跨越大海傳到了日本。令人拍案叫絕的是，日本簡直就像個时間膠囊，它把這套古老西方的行星命名系統給完美的封存了下來。到了19世紀明治維新時候，日本為了全面跟西方曆法接軌，正式確立了七曜日制度。他們直接用代表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的漢字來命名工作日，這就難怪咱們現在看日語，星期一叫做月曜日，星期五叫做金曜日。也就是說，日本在東方像活化石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早期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西方古老的行星神話。你說神奇不神奇？但是呢，就是在咱们中国本土呢，情況又發生了一些變化。進入第四部分，咱們看看現代中國經歷了怎樣的星期的變化。事先回到20世紀初晚清時期，這會兒故事直接來了個急轉彎。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社會劇烈動盪，為了救亡圖存，走向現代化並跟世界接軌，清政府呢在1905年乾脆廢除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不僅如此，他們還搞起了曆法和教育系統的全面重塑，專門成立了一個叫學部的地方，來統一全國的教科書和術語。這可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深刻反思與大換血。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裡，有位叫做袁家谷的學者立了大功，他負責規範時間詞彙。當時民間受西方傳教士影響，都習慣管這7天叫做禮拜幾禮拜幾，聽着宗教味太衝。而老祖宗傳下來的七曜呢，又讓人覺得不夠科學現代。那怎麼辦呢？為了既跟國際7天這種一個星期7天制接軌，又要去掉宗教色彩，還得照顧咱們中國人骨子裡喜歡的數字計數的習慣。袁家谷呢，他們就拍板推動了星期這個詞，星辰的周期，聽着很有邏輯啊。然後再極為乾脆的在後面直接加上1到6，星期日保留為主日。就這麼着，一套純粹世俗化、數字化的系統就誕生了。這樣一來，東亞立馬出現了一個特別不可思議的視覺反差。你看，深受中國古典文化影響的日本，固執且完好的守着發源於西方的古老行星七曜系統，反倒是作為文化源頭的中國，在20世紀初的現代化浪潮裡大刀闊斧，徹底拋棄了神話色彩，用上了一套高度邏輯化、世俗化的數字系統。歷史啊，在這兒真是開了個奇妙的玩笑。好，讓我們把所有的線索現在都串起來，咱們進入最後一部分，聊一聊歐亞大陸的文化呼應吧。咱們今天呢非常幸運，能以上帝視角來看看這塊歐亞大陸兩端如同詩一般對仗的歷史諷刺。大家看，在歐亞大陸最西端的葡萄牙，因為公元6世紀一位主教的宗教狂熱，拒絕了西方的行星神話，選擇了數字；而在遠在東方的這個日本呢，卻因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佛教傳播，把古巴比倫和羅馬的行星神話當寶貝一樣全盤接受了。更絕的是，同樣位於東方的現代中國，為了追求科學現代化，居然做出了和極西之地的葡萄牙一模一樣的選擇，雙雙擁抱了數字。咱們總結一下這個神級對仗：歐亞大陸最東端的日本，小心翼翼地把古代西方文明的行星神話保存至今，而地處歐亞大陸最西側的葡萄牙卻跨越千年，在時間命名的邏輯上和現代中國的數字序列達到了驚人而完美的契合。
文明的流轉、碰撞和演變，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的神奇，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回顧這跨度1500多年的漫長旅行，從古巴比倫的仰望星空到羅馬的神殿，再從葡萄牙主教的決絕一路走到晚清學者的創新，這一切可以說是非常震撼了。好了，那麼在節目的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拋給坐在電腦前面的你們。在這些關於星期、關於時間命名的隱秘歷史裡，到底是哪一種文化的起源故事最讓你覺得不可思議，最讓你着迷呢？好了，這就是咱們今天深度解析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收聽，咱們下次再見。我是你們的老朋友，人在葡萄牙，喜歡的朋友請不要忘記點讚、訂閱加轉發喲。